如果无我只存在于山林之间，那不过是避世的修行。真正残酷的考验不在蒲团之上，而在权力之巅。当一个人站在金字塔的顶端，资源高度集中，意志等同于规则，那一刻，自我会发生某种结构性的坍缩。权力不会让人立刻堕落，它会先放大你，放大你的优点，放大你的恐惧，放大你的执念，直到有一天你开始分不清，是你在掌握权力，还是权力在定义你。18世纪，地球两端出现了两种极致的权力样本。乾隆是帝国意志的集大成者，在他的逻辑里，权力不仅是职责，更是身份、天命与秩序的化身。当一个人坐上最高位置，他并不只是在使用权力，他在意识中已经化身为权力本身。这种结构下，退位等同于自我毁灭。因为当身份与权力合一，我便拥有了整个帝国的质量。这种重量会产生一种幻觉，没有我，结构无法运转，没有我，万物将失去方向。于是，文明的能量被锁定在一个人的生命周期里。当个人的意志涂满整个版图，结构便开始围绕单点旋转。在物理学中，任何围绕单点旋转的致密系统，最终都只有一个宿命：向内坍缩。这不是道德判断，这是重力法则。在太平洋的另一端，独立战争胜利后的华盛顿拥有几乎无可挑战的质量。民众拥戴，军队支持，时代的惯性在他耳边低语：既然你拯救了国家，你理应成为国家。但他完成了一次人类政治史上极其罕见的权力避让。他本可以成为国王，但他选择了无我。这种无我不是软弱，而是极度清醒的权力降噪。他明白，如果文明的基石是某个伟大的个人，那么这个文明终将随着那个人的衰老而动摇。当他放下权力的那一刻，自我退场了，但结构觉醒了。权力不再等同于身份，角色可以更替，制度继续运行。这是一种权力失重。当权力不再承载个人的自我质量，他才获得了逃逸重力的可能性。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制度的名字，而在于文明的底色。我们要警惕一个真相：无论制度叫什么，只要结构开始围绕个人旋转，只要规则开始为某个自我服务，文明便会进入新的下坠周期。自我是有质量的，它会带来猜疑、防御与排他。当结构因为我执而变得逐渐沉重，它就会失去弹性。而一旦失去弹性，周期性的震荡与坍缩便不可避免。这无关东西方，无关古今，这是人性与权力之间永恒的张力。一个文明是否成熟，不取决于它是否拥有强人，而取决于当强人离开时，结构是否依然如常。如果权力无法自然交接，如果个人无法与角色分离，文明就会周期性地陷入焦虑，继承焦虑、身份焦虑、控制焦虑。佛家讲破，破的是对我的占有；道家讲顺，顺的是那个超越肉身的宏大结构。在权力层面，无我不是消极退场，而是清醒地知道，我只是能量的承担者，不是拥有者。权力并不只存在于庙堂，在家庭，在公司，在每一个微小的团队中，
我们都在行使权利。当我们无法退位，当我们把角色当成身份，冲突便开始积累，重力便开始增加。只有当我们学会让角色回归结构，让权力不再服务于自我，生命才会变得轻盈。一个文明也是如此。如果人类想走得更远，我们必须回答那个终极问题：权力是我的延伸吗？还是我仅仅是时间长河中那名短暂的摆渡人？当个人不再等于权力，文明才真正有资格拥有通向星辰大海的入场权。